日本深海實驗室做了一件顛覆性的實驗，他們喚醒了一個沉睡的1億年的怪物。當恐龍在地球上滅絕的時候，它在睡覺；當人類誕生的時候，它還在睡覺，整整1億年不吃不喝，就這麼睡着。而現在，它被日本科學家喚醒了。這個發現讓天文學家比生物學家更震撼，因為它可能直接解開那個困擾人類的終極噩夢——費米悖論。為什麼我們找不到外星人？也許宇宙中早已遍布生命，但他們不像我們這樣傻乎乎地活在星球表面，反而是躲在地下幾億年不死的隱形文明才是宇宙的主流。而我們人類可能只是生存在地球表皮上，隨時会滅絕的一層灰塵。你好，地球人，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請你下沉到地下3000米，去看看這些真正的星球原住民是否能解開那個困擾人類的終極謎題：生命是否是宇宙的奢侈品？你小時候看《動物世界》，有沒有默認過一個常識：生命是向陽而生的？我們需要陽光，需要流動的空氣，需要波光粼粼的水。這種認知刻在了我們的基因裡。長大之後，你知道萬物生長靠太陽。光合作用是地球能量的基石，但你不知道的是，在真正的科学家眼中，這種靠太陽的生命其實只是地球的少數派，甚至是幸存者偏差。你看地球，我們以為自己住在一棟大別墅裡，有客廳，有花園，有泳池，但實際上對於整個地球的體積來說，我們只是住在了房頂那一層薄薄的瓦片上，在瓦片之下，那是無盡的黑暗。令人窒息的高溫和能把鋼鐵壓碎的高壓，按理說那裡應該是生命的絕對禁區。沒有任何教科書告訴過我們那裡會有東西活着，但這就像你在沙漠中心發現了一條活蹦亂跳的魚一樣。最近20年，隨着深地鑽探技術的進步，科學家震驚地發現，那個地獄般的極度環境裡竟然住滿了極端生物。為了搞清楚腳底下到底有多少東西，全球科學家聯合成立了一個叫深探觀測站的組織，他們花了10年時間，在全球幾百個鑽探點取樣。當最終的數據匯總到一起時，所有人都沉默了，因為這個數據簡直離譜。地下的生物圈不僅僅是有，而是巨大。這個黑暗世界的體積大約有20億到23億立方公里。這個數字你可能沒概念。這麼說吧，它是地球所有海洋體積總和的2倍。如果你把躲在地底岩石縫隙裡的生物全部揪出來，把它們平鋪在地面上，它們足以覆蓋整個地球表面，形成一層厚達1米的微生物肉毯。在這個看不見的地下王國裡，生活着地球上70%的細菌和古菌。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所謂的人類文明，茂密的亞馬遜雨林，喧鬧的海洋生態，不過是地球表面薄薄的一層糖霜，而蛋糕的內部那沉甸甸的主體全都是它們。但數量多並不代表強大。蟑螂的數量也很多，但蟑螂依然需要呼吸和进食。真正嚇人的是，這群地下居民的生存逻輯和我們完全不在一個維度。讓我們把視線移到南非，在南非的威特沃特斯蘭德有一座著名的姆伯尼格金礦。這是世界上最深的礦井之一，深度達到了近4公里。哪怕有通風設備，那裡的岩壁依然燙手，空氣中彌漫着硫磺的味道。就在地下2.8公里的深處，有一條與世隔絕了幾百萬年、充滿放射性廢水的岩石裂縫。科學家找到了一種名字巨長的細菌，它的拉丁學名叫 Candidates desaphordis audax veter， 取自科幻小說《地心遊記》。翻譯過來叫勇敢的旅行者，通俗點的叫法是金礦菌。這個勇敢的旅行者打破了碳基生物所有的鐵律。我們人類或者說地表的所有生物，本質上都是太陽能驅動的。植物吃陽光，動物吃植物，我們吃動物。歸根結底，能量來自太陽。但在地下3000米，沒有太陽，沒有氧氣，沒有有機物，這裡只有滾燙的岩石和帶有輻射的水。那麼它吃什麼呢？科學家研究了很久，最後得出的結論讓所有人後背發涼。它吃油，沒錯，就是核原料裡的那個油。它不需要光合作用，它進行的是一種詭異的分解作用。岩石中微量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在衰變時會釋放出射線，這些射線像子彈一樣劈開周圍的水分子，產生氢氣和過氧化氢。而這個金礦菌就靠着吃這些氢氣，通過還原硫酸鹽來獲取能量。
這哪裡是生物？這簡直就是一台自帶核動力的微型機器。在他們面前，人類談之色變的核輻射不過是一頓自助餐，而且最孤獨的是在這個深度的樣本裡，科學家居然只發現了這一種細菌，它沒有鄰居，沒有天敵，也不需要共生夥伴，它自己就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獨自在黑暗中咀嚼着放射性岩石，度過了幾百萬年。這種孤獨和強悍是人類無法理解的。如果說蚩尤只是空間上的奇蹟，那麼接下來的故事則是時間上的碾壓。這就回到了我們開頭提到的日本科學家的那個實驗。這篇發表在《自然通訊》上的論文描述了一個讓人細思極恐的場景。2010年，日本的深海鑽探船在南太平洋環流區，那是海洋中最貧瘠、最死寂的地方。鑽頭穿過幾千米深的海水，又向下鑽進了海底的沉積層。他們取出的岩芯樣本來自海床以下100米。經過地質年代測定，這層泥土沉積於 1.015 億年前，那是白堊紀的中期。那時候霸王龍還在大地上奔跑，被子植物剛剛開始繁盛，而這些微生物就被封印在了這層泥土裡。在這1億年裡，他們經歷了什麼？沒有新的食物流進來，沒有光，空間極度狹窄。按照人類的理解，他們早就該餓死、老死，變成化石了。但是當科学家在顯微鏡下給這些1年老土滴入了一點點同位素標記的碳和氮，也就是食物，恐怖的一幕發生了。這些沉睡了1億年的細胞並不是屍體，它們幾乎是立刻就做出了反應。它們吸收了營養，體積開始膨脹，甚至開始分裂繁殖。它們醒了。這不僅僅是冬眠，冬眠的熊，心跳還是有的，新陳代謝還是有的。但這些家伙處於一種量子力學般的生與死的疊加態。科學家發現地底微生物的代謝速度慢到令人发指，在極度貧瘠的地底，它們甚至進化出了1000年甚至1萬年才分裂一次的能力。它們把生命的時鐘拨慢了1萬倍，它們不是在簡單的活着，而是在以極致的方式对抗熱力学第2定律，对抗熵增。对于他们來說，恐龍滅絕，人類誕生，冰河世紀，工業革命，這1億年的滄海桑田，不過是他們午睡時窗外掠過的一絲微風，甚至連微風都算不上，只是一次打盹。這種生存策略簡直是對人類文明的降維打擊。我們拼命進化，拼命折騰，壽命不過100年，而他們選擇躺平，一躺就是地老天荒。講到這裡，你可能會問，這些怪物到底是怎麼去到地下的？是像《地心遊記》裡寫的那樣，從地表漏下去的嗎？科學界目前有2派觀點，聽完你會覺得更魔幻。一派認為是下沉說，基因測序發現有些海底煤層裡的微生物和森林土壤裡的細菌有親戚關係，這說明可能是遠古的森林被地殼運動埋到了地下，這些細菌跟着樹木一起沉淪，然後在漫長的歲月裡被逼着進化出了吃石頭、抗高壓的變態能力。但另一派觀點更讓人戰慄，叫做原生說。他們認為生命原本就是誕生在黑暗地底的。早期的地球，地表被隕石轟炸，輻射強烈，根本不適合生存。只有地下的熱液喷口、岩石縫隙才是安全的搖籃。所以這些地下生物才是地球生命的祖宗。而我們這些生活在地表依賴陽光的生物，不過是一群因為地底太擠，被迫流浪到地表並且發生變異的離家出走者。如果這個理論成立，那麼我們引以為傲的陽光下的文明，其實只是地球生命樹上一個長歪了的膨枝。明白了這一切，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那個終極噩夢費米悖論，我們為什麼找不到外星人？我們總是習慣性的拿起望遠鏡去尋找那些像我們一樣發着無線電波、建着高樓大廈的地表文明。但如果我們是錯的呢？如果宇宙中絕大多數的生命都像地球地下的這些原住民一樣呢？他們不需要恆星的光芒，他們只需要一顆行星的岩石外殼。他們躲在幾公里的地下吃着油，睡着幾億年的大覺。他們不需要星際航行，不需要發出信號，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永恆。想象一下，幾十億年後，太陽步入晚年，變成一顆紅巨星，體積急劇膨脹，地球會被太陽的烈焰吞沒。那一刻，地表的海洋會被蒸發殆盡，大氣層會被吹散，所有的人類遺跡，
所有的金字塔、長城、摩天大樓瞬間化為灰燼。如果有外星觀察者在遠處看，他們會搖搖頭說：“看，這個行星死了，沒有任何生命跡象。”但是他們錯了，就在那滾燙的煉獄般的地表之下，10公里的深處，厚厚的岩石隔絕了致命的熱浪。那些勇敢的旅行者依然在黑暗中慢吞吞地分裂着，他們依然吃着放射性元素，依然在沉睡。太陽的死亡对他們來說，可能只是溫度稍微升高了一點點。到那时候，當人類這個物種早已成為傳說，他們才是地球真正的原住民，也是最後的幸存者。澳洲莫奇森陨石告訴我們，生命可能來自太空，是泛重論的奇蹟。而南非和日本的這些石頭告訴我們，生命比我們想象的要頑強1萬倍。我們總是在尋找外星生命，總是抬頭看天，其實也許我們才是真正的天外來客，是那個曇花一現的物種。而地球真正的主人就在你身下，穿過地板，穿過地基，向下3000米，有无數億萬個生命正在黑暗中和你一起呼吸。